好奇。随后的一段日子，阿龙一直让女孩窒息送咖啡，但俩人的话题除了武侠小说就是言情小说，并没有更新鲜的话题。直到这天意外发生了，隔壁房间的几个小混混也点了窒息送咖啡，并且还想图谋不轨。不料几人瞬间安静，原来他们发现墙壁竟然在震动，大家一脸懵逼。下一秒，墙壁竟然砸出了一个大窟窿。男人继续用力顶撞墙壁，竟用蛮力将它撞开。混混吓得瑟瑟发抖，径直朝男人砸了酒瓶，可男人无动于衷，随后便打晕了4个混混。不料混混的大哥得知后立马冲过来报复，还扬言自己是这一片的老大侠狗。侠狗刚想动粗，不料1秒就被阿龙打掉5颗牙齿。随后小弟们一拥而上，可无论勒脖子扎刀子，阿龙依然战斗力满级，哪怕是火烧也丝毫伤不了战神。小弟们还使出了弓弩，可阿龙瞬间拔出了剑，混混们还拿出了斧头，将男人团团围住，不停往他身上扎。阿龙快被扎成了马蜂窝，但依然屹立不倒。最后成功全歼侠狗帮，原以为终于结束了战斗，没想到卷毛却在门口候着。局长让卷毛放开手脚去杀掉阿龙，这下卷毛瞬间来了精神，开着面包车径直撞向了阿龙。眼看人多势众，阿龙无奈选择逃跑，可还是没有躲过追杀。2辆面包车将他夹在了中间，斧头如雨点般落下。但阿龙还是侥幸逃脱，恰好窒息开着电瓶车路过，阿龙让女人快逃命，不要被自己牵连。可窒息讲义气，让阿龙赶紧上车。阿龙无奈只能上车，原以为终于脱离了危险，没想到下一秒2人再次被撞飞。此刻阿龙终于发飙，径直冲向面包车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把方向盘将车拉下了悬崖。卷毛终于得偿所愿，正准备开枪干掉阿龙，不料下一秒却领了盒饭。原来飞行侠斗志竟然在天上。更意外的是，这一切竟是局长对异能者阿龙的一次面试。阿龙顺利洗白，成了一名光荣的公务员，并和斗志成了同事。而窒息因为阿龙当时护住了头，身体也并没有造成大碍，2人从此过上了美好的生活。男人从万米高空坠落，直接砸死了恐怖分子。众人一脸懵逼，龙哥开始恢复错位的骨头，天上的斗直悄悄飞进，砰砰2枪就干掉了俩。大家还没缓过神，龙哥已经清醒，二话不说咔咔就干翻了仨。老秃问他究竟是何方神圣，龙哥依然人狠话不多，一把握住了光头的枪，果断就是一顿扫射。斗直配合默契，在上方给龙哥打掩护，不料子弹打光了，但休息片刻立马杀将出去。可龙哥意外中枪，斗直眼疾手快再次清理兵线，幸好龙哥有金刚不坏之身，区区子弹根本伤不了他。一顿行云流水的组合拳，打得敌人满地找牙，最后还不忘拍了拍前辈的马屁。原来2人正在俄罗斯执行秘密任务，营救科学家回国。此刻龙哥拿来安全帽，准备让斗直一起抱着他们俩大老爷们回国。不料斗直表示一次抱2人根本飞不动。아니 선배님, 아니 아까 반만 했다고 장난치는 거죠? 아니 내려와요. 러시아에서 서울까지 어떻게 찾아가요? 야 이 김수씨! 내 헬멧 내놔 이 김수씨! 2人其实是黄金搭档，都是异能组织里的顶级杀手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默契配合，所向披靡。然而万万没想到，3年后，斗直竟被组织视为了叛徒。他们利用美贤抓住了斗直，可男人表示自己是冤枉的，但局长却要置斗直于死地。为了活下去，男人开始发飙。此刻情报局内部已经乱作一团。原来斗直为了保护美贤，故意上演了这一出，还当着大家面撇清跟美贤的关系。美贤心中百感交集，过往的回忆有多么甜蜜，现实的遭遇就有多么残酷。幸好龙哥替美贤挡了子弹，随后斗直便消失了。随着野蛮时代的结束，异能情报局逐渐削弱了权力。多年后，美贤也被安排到了其他职能部门，可还是常常会想起斗直。每天工作闲暇之余，他也总会透过窗户仰望天空，看看天上会不会出现自己的心仪之人。直到这个大雪纷飞的晚上，心爱的男人终于再次出现。그거기억합니까눈내리면하얀세상하늘에서보여주고싶다고했던 거。 男人轻轻搂住了女人，随后缓缓升空，直冲九霄云外。
不久后，两人爱的结晶降临。虽然生活清贫，但小两口过得很甜蜜，彼此相濡以沫。曾经无敌的飞行侠成了一名勤劳的果农。更意外的是，孩子天赋异禀，继承了爸爸的基因，从小就学会了漂浮。此刻夫妻俩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担忧。果然，意外还是不出所料的发生。孩子为了追蝴蝶，飞出窗外不见踪影，斗直着急地飞上天寻找，好不容易才在云层上找到了儿子。 봉서가 아이고 여기서 뭐해? 응? 아 놀랬어. 그리고 우리 봉석이 놀랬어. 잘했어. 更没想到的是，局长阴魂不散，派人过来抓斗直回单位。经过激烈战斗，斗直被他们抓了回去。幸好母子俩侥幸逃脱，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流浪生涯。狗蛋拥有比狗灵敏100倍的嗅觉，很快便嗅到敌人踪迹。军队立马前进，但狗蛋却一把拉住龙哥。他解释，通过步伐痕迹分析，敌方应该也存在异能者。龙哥立马要跑去帮忙，可狗蛋却突然阻止。原来狗蛋想让军队先上去当炮灰。 우린 보란듯이 실적을 보여야 됩니다. 일반인들이 위기에 처했을 때 들이닥쳐야 더 드라마틱하지 않겠어요? 뭐라카노 씨. 龙哥立马撒手冲了过去，可这边军队已经和敌人交上了火。枪林弹雨间，龙哥很快发现了对方的狙击手，他二话不说冲上去帮战友挡了子弹。龙哥直接杀进战壕，轻松揪出了狙击手。不料敌人不讲武德，直接丢出了手雷。龙哥不加思索舍身堵雷，随着一声巨响，他腾空而起，竟毫发无损。 战友看得一脸懵逼，可没想到敌人的狙击手层出不穷，再次打中了龙哥的脸，还干掉了中队长。这下战友们怒了，直接开启了数十枚迫击炮，将对方炸成了肉泥。本以为解决了战斗，不料突然出现了山崩，巨石从天而降，小队成员死伤惨重。原来对方果然也存在异能者，还是个大力士。龙哥顾不上多想，巧妙躲开了落石，飞速奔向山顶。 随后两人便展开决斗，没想到大力士力量惊人，他像捏蚂蚁似的甩飞龙哥，速度更是快得可怕。龙哥被揍得没了脾气，可毕竟拥有不死之身，很快便扭转战局，还打掉了大力士3颗门牙。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龙哥被超音速拳头揍得晕头转向，最后竟被一脚踢下了山崖。내반드시들어와서 공화국의 원수를 갚아주었어. 随后，大力士潇洒离去。龙哥第一次吃了败仗，狗蛋还趁机过来邀功，异能组织有望重新组建。可龙哥不待见他，警告狗蛋以后别出现在他面前。不久后，龙哥终于放假回家，他最想念妻子煮的泡面加鸡蛋，因为丈夫的工作性质特殊，经常一出差就是几个月不回家。两人结婚多年，妻子一直想要给龙哥生个娃，但总是怀不上。这天临出门，妻子告诉男人今天刚好是排卵期，龙哥性格木讷，这才反应过来。 갖고 싶었어? 妻子一时哽咽，她一直认为是自己以前从事的工作原因导致无法生育，她觉得愧对龙哥，不能给丈夫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。男人此刻也铁汉柔情，第一次温暖而热烈地抱住了妻子。不久后，女儿阿秀咕咕坠地，龙哥也因为卓越的战斗能力晋升为异能组织的小领导，底下还有3名得力手下。可这天出门执行任务时，突然接到了噩耗，母女俩遭到了暗杀，女儿幸运保住了性命，但妻子却与世长辞。龙哥不知所措，哭成了泪人，足足花了2小时才穿上了丧服。 有一颗紧紧依靠着你的心，一瞬间落空。我们都曾试过想以后绝不会来了。明明父亲是个智障，但儿子却是个学霸。这天，阿秀突然问班长是不是异能者，班长一脸惊讶。맞아? 말하기 싫은 뭐?阿秀夸班长有这么好的弹跳力，应该去考体大。可班长的梦想却是当公务员。阿秀恍然大悟，怪不得班长每天都在学校待到很晚。可班长却说自己只是不想太早回家。原来他有一个智障父亲，每天都要绑着追踪器才能防止走丢。 강훈아, 잘 다녀와. 이재만 씨, 전과 2번. 초범은 폭력, 재범은 국가 공권력을 상회한 폭력. 小勋很惊讶校长对他家的状况了如指掌。随后，校长向小勋摊牌，自己的隐藏身份是国家情报局科长。原来，校长希望小勋毕业后进入情报局，这样既是铁饭碗，也能帮智障父亲消掉案底。为了父亲，小勋无奈答应了校长的要求，但他并没有告诉阿秀实情。放学后，阿秀跟往常一样跟小金一起坐公车，司机是老熟人车太贤。可此刻上来一个鬼鬼祟祟的人，并且没刷卡就想上车。司机提醒他要刷卡才能坐车，可疤痕哥似乎不会用手机。司机好心想帮忙操作，不料发现疤痕哥的手机确实无法绑定交通卡，无奈便让他先上车。但司机看出了端倪，开
开始密切注视疤痕哥的一举一动。果然，疤痕哥对照手机上的照片，一路